以色列最近跟美國爆料，他說伊朗正在策劃要暗殺川普。沒有想到川普現在看起來是真的怕了。川普對外喊話說，確實他們想要除掉美國領導人。到目前為止，我算是有一點幸運。但是川普也說了，我不知道我這個運氣可以維持多久。以色列希望借着炸中伊鐵路，讓美國繼續捲入這場戰爭。這個伊朗國殤的期間，然後擴大戰爭，激怒伊朗。川普真的是想脫身就沒想到一個是他鐵桿盟友不讓他走，另外一個是他敵人不讓他走。伊朗首次的把彈道飛彈打進了在美軍的約旦基地，美軍中東基地現在是不是全面暴露更加的危險了呢？美軍現在看起來從打伊朗已經升級成要切斷中俄援伊的一個命脈了嗎？好，第二件事情我們要來看到的是 NQ9死神無人機遭到伊朗擊落，現在呢，根據初步統計，已經有30架了，損失對美軍來說超過10億美元。曾經稱霸中東的這個美軍王牌戰機，成為伊朗的獵物了嗎？第三件事情，以色列繼續的轟炸伊朗的南部，並且爆料者說呢，伊朗現在密謀暗殺川普，這個是爆料是來自於這個媒體的爆料說，這個以色列跟美國說伊朗要密謀暗殺川普，納坦雅胡這麼做是要為了阻止美伊走向停火嗎？先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這一次美伊的衝突再次的升溫，伊朗革命衛隊在昨天再次的發動了第二波的報復攻擊。這一次呢，我們上次談了嘛，上一次是鎖定包括了巴林還有卡達、科威特境內的美軍設施，首度的這一次擴大到了約旦的美軍基地，所以現在看起來是不是美軍基地都覆蓋在危險的射程當中了呢？這一次伊朗他一口氣發射了10枚的彈道飛彈當然了，這個大使館在當地是緊急關閉之外，包括他也射向了阿茲拉克的空軍基地等等再來我們來看到為什麼這個空軍基地這麼重要呢？因為這邊駐有美國空軍第332遠征聯隊之外，我們看到它裡面有非常多最重要的戰機，包括了 F-35、F-16等超過有60架以上的美軍軍機都在這個基地當中，是美軍反恐重要的一個重點基地，也是呢它在西亞的美軍指揮中心，所以特別的重要。這也代表呢等於伊朗正式的警告美國說，衝突再升級，那麼你所有的目標範圍就會涵蓋整個美軍的基地了。再來，這次美軍的攻擊特別的重要的另外一個關鍵節點就在於，它的攻擊範圍已經到了伊朗的重要交通設施當中。這一次我們要特別關心到的是它炸的這個鐵橋是中伊鐵路的重要節點，長度超過了1萬公里的鐵路，是中國陸路連通的要道。俄羅斯也會用這條路線來向伊朗運送它的貨物，也是中國大陸北京推動"一帶一路"的一個重要支柱。現在來自於軍事專家的特別分析，他說呢，這樣子的一個炸中伊鐵路的計劃是來自於以色列的行動這是來自於軍事專家。我們剛剛收到了一個最新消息。好，我們先來節目一開始請教漢庭怎麼看的？伊朗的第二次反擊，首次的向約旦美軍基地發射10枚彈道飛彈，是要對美國展開報復嗎？這一次美軍或者是說以色列炸毀中伊鐵路橋樑，是刻意斬斷中俄對於伊朗的戰略支援，還是以色列怕這場戰爭就此打住了？漢庭怎麼看？要先說打約旦阿茲拉克基地它的真正價值呢，不僅在於它是不是美軍最大的基地，而在於它的位置因為約旦呢，在伊拉克、敘利亞、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之間，是美軍中東空中行動很重要的側翼跳板。所以呢，過去美軍的很多機型呢，都曾出現在相關的基地或者是輪調部署。所以，伊朗這一波的訊號，其實就是以前呢是打波斯灣沿岸的什麼卡達、巴林、科威特，現在呢打到了約旦，就是把美軍的後方變成了戰場的前線。第一關鍵就是反制美軍的空襲能力。美軍對伊朗的打擊呢，就依賴偵察、加油、電子機這些戰機前進部署。那伊朗能打到阿茲拉克，等於是我不是只盯着轟炸機飛來的那一刻，而是盯着你背後整套作戰的流水線。第二呢，伊朗他也警告地區的盟友，要告訴約旦、卡達、巴林、科威特，你可以不是參戰方，但你的土地讓美軍來使用，
我伊朗就會把你視為戰爭整個網絡的一份子。所以我打美軍，同時呢也壓盟友。第三，伊朗也要消耗美國的防空資源的。約旦呢攔截了8枚，表面上看，這個你看伊朗也完全沒有這個打穿啊，也沒有說這個重都有效啊。但反過來看，伊朗也是迫使美軍跟盟友不斷的開雷達啦，然後要不斷的去攔截彈啊，要有高度的戒備啊，要讓大家非常的緊張啊。所以戰爭本來就不是每一拳都打死人，但是至少能夠讓你每一晚都睡不好覺。因此呢，它不是在求徹底的摧毀，而是也要制造更多的不確定性。你不知道我接下來要打哪裡吧？你不知道我接下來打不打吧？所以整個狀態又恢復到一個更加不確定的情形。那第二，我們看美軍的這個炸鐵路橋雖然說它到底是不是要刻意要斬中國大陸跟俄羅斯的什麼道路呢？目前沒有明確的直接證明，這個只有大家的推論。但畢竟最後所呈現出來的效果是這個樣子，它到底是不是以此為目的不知道。但是呢，大家來看結果上好像是這樣。畢竟啊，目前這一條鐵路橋啊，它第一個它本來是戰略的補給線，因為伊朗就受到海上的封鎖跟空襲壓力，它的道路交通本來就非常重要。所以從中亞里海方向進入伊朗的通道呢，那當然會承載很多可能軍民兩用的物資嘛。而第二，這也是中俄伊連線的象徵節點。所以美國如果不能夠完全來阻止大陸跟俄羅斯在外交上支持伊朗，它可能就透過軍事上的方式，橋一段会至少讓你的效率下降，轉運變慢，對美國來說也是釜底抽薪。好，那另外一方面，我們剛剛也看到了嘛，這個 MQ9死神無人機對於美軍來說非常重要，它是中東反恐戰場上面的空中利器哦。不過呢，從2月份美伊戰爭開打到現在，竟然已經被擊落至少30架，對美軍來說真的是付出了一個沉重的代價哦，損失金額超過了10億美元。當然了，所以呢，五角大廈已經開始思考了，說，乾脆以後我們不要買這麼昂貴的武器了，這麼高端的武器了，以後買這種低成本、大量而且可以快速消耗的新型無人機好了。剛剛同一個問題，張將軍又怎麼看？另外來關心到 MQ9的部分，對於美軍來說，是不是現在已經變成了伊朗的一個標靶了？張將軍怎麼看 ？MQ9B 它那個功能蠻多的，它可以這個掛在這個電子光學相機，也可以在夜間出任務的時候可以掛 IR 的這個我們講的紅外線，紅外線感測器。另外一個，在如果雲層比較厚或能見度並不好的狀況下，或者特定任務，它可以掛合成孔徑雷達，就是雷達照相，它可以，它多功能。所以那飛機是飞機的錢啊，它不要忘了，它裝備的錢是另外一個錢。所以你剛才講的那個錢還要更多，因為它掛的是裝備，那裝備有的時候那個有價值不菲。那它的好處是個多功能，它也可以飛得久，它最遠可以來回的話，總共的里程可以飛到將近9000公里，所以它是一個非常好的空中偵察的裝備。但是它有缺点，它的缺點就是它速度慢。你看啊，它這個將近4公噸，它如果加滿油，如果加掛載的話，甚至可以到5公噸。它就一個螺旋桨，涡轮螺旋桨。这我想拖着那麼重的東西，它能夠飛多高？大概它的執行任務的高度大概就是5000公尺到8000公尺。它最大的聲线也只能到12000公尺，所以高度不高。那你要偵察高度不高，你高度不高，你就要抵近一點。因為你高度高，你可以遠一點看。你高度低的話，你就近一點看。那剛好就是這個伊朗的地對空飛彈的射程之內，而且它的速度慢，這種它又不會有空戰動作，那你這樣的話很容易被地對空的飛彈，哪怕是中程地對空，甚至短程的地對空，都會對 MQ9B 形成威脅。而且因為它不逆中，所有都普勒雷達都看得到它，它又慢又不逆中，這就是它的缺點。那就被這個伊朗可以這個預化它的整個 MQ9B 的任務的飛行線，在那個地方埋伏幾個點做攔截狙殺，所以 MQ9B 它就很容易就被擊中。那它的這個電戰裝備好不好？我認為它可能有的時候電戰裝備只是一般的這個電子反制裝備，並不是一種高端的電子反制裝備。為什麼？因為它只是偵察機，它上面又沒有人在人控制，人只是遠端操控，所以它的这種反應力是比較慢的。那就很容易被狙殺。所以在這一次的美國跟伊朗戰爭中，美國算是損失最多的空中裝備就是 MQ9B。
好，這是美軍的戰損的部分哦，它的戰機，尤其是 MQ-9B，它戰損非常的嚴重。那我們來看到這一場美伊戰事一直持續到現在，關鍵節點也是包括說以色列到現在不只是美國持續轟炸伊朗之外，以色列佔有很重要的一個角色，它也是持續的轟炸在伊朗的南部地區。我們要來看到的是，包括呢，現在有許多斡旋的勢力都介入，像是卡達、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跟沙烏地阿拉伯，但是呢，真的有效嗎？因為我們看到伊朗南部再次的傳出了爆炸之外，還有我們剛剛提到的嘛，中伊鐵路也被炸。美國呢說，這件事情不是我們做的，但是呢，軍事專家也開始做分析，說很難說，現在看起來最有可能的恐怕還是以色列做的，因為呢，納坦雅胡最近又表態了，他說無論美伊是否達成核協議，以色列都不允許伊朗擁有核武，這是一件事情。另外呢，《華爾街日報》更是披露呢，以色列最近跟美國爆料，他說伊朗正在策劃要暗殺川普。沒有想到川普現在看起來是真的怕了川普對外喊話說，確實他們想要除掉美國領導人。到目前為止，我算是有一點幸運，但是川普也說了，我不知道我這個運氣可以維持多久，可以持續多久？請教李將軍怎麼看？目前納坦雅胡是想要刻意的引燃戰火嗎？就是這個中伊鐵路被炸跟以色列到底有沒有直接的關係？第二件事情就是說，以色列是不是希望在這背後美伊戰事繼續的推波助瀾？那李將軍怎麼看？我們知道這次川普在這個安卡拉的北約峰會裡面2次的失言第一次失言，他是將日本說成伊斯蘭日本共和國；第二次失言，他是將澤倫斯基說成普丁那大家可能把它當作一個八卦來看，可是我覺得川普這個時候可能他完全心不在焉，甚至於六神無主，所以才會犯下這麼嚴重的失言。那他什麼事情在讓他六神無主，這個進退失據了？我覺得就是伊朗這場戰爭，他要脫身，他現在脫不了身。那有2個國家不讓他脫身，一個國家叫伊朗，第二個國家叫以色列。那伊朗是用什麼方法不讓他脫身？就是說你現在來講，在荷姆茲海峽這邊你以後60天的目前來講停戰的60天之後來講，那荷姆茲海峽的掌控權要在我伊朗的手上，你必須要按照我規劃的航運路線來走，你不讓我不按照我規劃航運路線，這個北邊的拉克島來走的話，我就用無人機攻擊你。那所以說，這個伊朗很明顯，他要擴張他的戰火，他要借着這個軍事的行動來擴張他，來變成他60天之後談判的一個成果，就是他獲得荷姆茲海峽的掌控權。那另外一個國家不讓他離開的就是以色列，以色列講得很明白。這時候，我們知道，在2月28號開戰，不就是以色列拉着美國去打伊朗嘛？本來雙方都已經在日內瓦談得好好的，那突然這個以色列去慫恿川普，那川普也是自己也是無能啦這個平常講，他真的是判斷錯誤，就跟着以色列去打伊朗，打完以後陷入這場戰爭的泥淖，到現在脫不了身。他現在很明顯的要脫身，但是以色列這時候不讓他脫身。我們講這2天雖然說美國跟以色列互相打來打去，我用一種方式來形容就是說大概就是你推我一下，我踢你一腳，跟小孩在打架一樣，其實都在打皮毛，而沒有真正傷筋動骨。那這次為什麼說這中伊鐵路被炸會引起國際的重視呢？因為這就不是這個互相你推我一下，我打你一下。我们看到美國跟伊朗一直互相說，我打了80個目標，我打了幾個目標。不過平常講，那都不是很重要的目標。真的重要目標是中伊鐵路，因為中伊鐵路為什麼重要？它是補給線，它是伊朗很重要一個補給線。打仗就是打補給線才是重點。那第二個呢？第二個我覺得這個中伊鐵路被炸的地方在哪裡？你要知道，美國現在的林肯號航空母艦，照川普自己所講的，他已經退後了205公里。那來回來講的話，飛過去再飛回來就400多公里，也就是他作戰半徑少了200多公里。那美國的航母有沒有可能去對這個中伊鐵路做轟炸？這就要打上一個問號。第二個，美國來講，我們都知道，它 B-52轟炸機已經撤離了。它不但 B-52轟炸機撤離，它加油機也撤離了。那試問一下，
美國有什麼空中的武力可以如果他沒有空中加油的能力，也沒有這麼長的作戰半徑，他怎麼去打到中伊鐵路？從這兩個，我認為說是以色列來講，對這個中伊鐵路打你補箭，就是希望將這個美國拖入這場戰爭，讓伊朗戰事繼續升級。那回到我剛剛所講的，就如果說這個前1個禮拜，美國跟伊朗互相打來打去好像是小孩子在互相你踢我一腳，我推你一下但是這中伊鐵路被炸，就像是拿一把扁鑽直接去戳人家的這種要害一樣。所以，那當以色列希望借着炸中伊鐵路，讓美國繼續捲入這場戰爭，也讓在這個伊朗國殤的期間呢，哈梅內伊這個辦理喪禮的期間，這段時間，然後擴大戰爭，激怒伊朗。然後讓伊朗來講加大對美國的攻擊，所以說，我覺得中伊鐵路這次被炸，在這個軍事的戰略層級上面來看的話，確實是有升高這個戰爭的一種可能性會升高。那第二個，就國家戰略來講的話，那伊朗當然希望借這場行動升高戰爭，讓這個伊朗再繼續加大對美國的報復行動，讓美國繼續介入這場戰爭。所以我覺得，在此情形之下，那我們當然就看到川普真的是想脫身就沒想到一個是他鐵桿盟友不讓他走，另外一個是他敵人不讓他走，敵人不讓你走也就算了，結果你的鐵桿盟友也不讓你走，所以川普為什麼在安卡拉會議上面2次的試驗？我覺得他心裡正在煩惱這件事情，怎麼樣脫身，怎麼樣安撫他的朋友，怎麼樣去面對他的敵人。來看到的是伊朗舉行的這一場國喪動員上千萬人，是一個全民團結，還是戰爭壓力下的一個反勢凝聚呢？像現在看起來，川普當初是想要打垮整個伊朗政權，怎麼看起來伊朗有了更強硬的新政權正在成立呢？第二件事情是，美伊現在希望進入和談，但是以色列則是另外一頭持續的轟炸黎南，甚至釋放會對伊朗進行斬首的訊號，這是刻意要破壞這場和談嗎？川普說，接下來他會讓納坦雅胡知道誰是老大。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川普會對這個納坦雅胡祭出更激烈的手段嗎？這是第二個問題。最後，今天也會來關心到有關於荷姆茲海峽的動態了。英法艦隊準備要進入荷姆茲，說是要在當地護航，但是面對伊朗還是如此的強硬，英法真的敢在荷姆茲海峽硬碰硬進場嗎？因為事實上是連美國都不敢的。英法的下一個舉動，我們會持續的來做關心。當美國正在歡慶國慶，我們看到是伊朗的街頭現在可以說怒火全面的升溫了，大批的民眾湧上了街頭。現在呢，根據官方統計，大約這一場國喪，也就是這個這個哈米尼在這場美伊戰事當中被空襲的這位重要領導人呢，哈米尼為他來舉行國喪。這一場國喪呢，來自於伊朗官方估計，大約有超過1000萬人參加，已經佔伊朗總人口的1/6了。結果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它不是哀悼是變成了一個看起來像是復仇總動員嗎？美以把哈米尼變成了一個凝聚民族情緒的殉道符號，這個是來自於專家的最新解讀。群眾在這一場示威當中之下，他們不斷的高喊美國去死，以色列去死，並且直指我們只有一句重點，就是我們要復仇。我們也來看到說，在此刻呢，沒有想到川普還是繼續的火上加油。他怎麼說這一些參加國葬的民眾呢？他認為說他們也許只是假哭吧，並不是真的這麼的傷心。這句話一出來之後，伊朗大使是立刻反擊，批評川普說：“你沒有文明，你沒有歷史，你更是沒有榮譽感。”我們看到這個《華盛頓郵報》針對這次國喪也做了一個分析，他認為呢，穆吉塔巴的領導之下，伊朗新的領導階層現在呢變得更強硬、更年輕，而且更殘酷，而且有膽識。這是來自於《華盛頓郵報》的最新分析。那麼我們來看到以色列的部分呢，現在最新消息這個以色列持續的鎖定黎南來做攻擊，以色列出動了包括它的武裝直升機，向黎南地區發動了多枚導彈，還被發現無人機又再次的襲擊當地的一處民宅原因就是因為我們也看到了以色列動作這麼大，所以呢這一次呢，這個哈米尼的兒子穆吉塔巴其實是沒有出席的，因為擔心會遭到以色列給鎖定攻擊。那以色列國防部早就把穆吉塔巴給列入了
必殺的名單當中。針對於這個以色列的種種動作，土耳其最新總統說絕不能允許以色列繼續的做這樣的炸毀的行為，因為會破壞美伊之間本來就談好的 MOU。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這個楊老師怎麼看？伊朗現在是不是比戰前還要更殘酷了？川普這一仗是不是又賠了夫人又折兵？伊朗大使反川說川普沒有文明，老師怎麼看？你應該是問伊朗是不是比戰前更團結了？那是的，我覺得目前看起來，伊朗經過這次戰爭，從2月28號到4月7號停戰，到現在開始進行和談，到這2天就是哈梅尼進行國葬，那你看到伊朗其實這個國家是更團結了，但這個團結帶有一點悲壯感，也有一點民族主義的反彈。民族主義的反彈應該是很清楚了，因為他如果川普認為說這些人是假哭，我覺得真的是太膚淺，膚淺顯現出美國歷史的膚淺，川普自己對這個伊朗的認知的膚淺。那這個國家這個文明2000年，它事實上過去長久以來受到外來的族群的侵略，甚至佔領、統治。在波斯這個地方，那這一次呢，你看到它前所未有歷史上最強大的帝國，對他們來講就是美國帝國，在1979年之後呢，不斷的進行制裁、圍堵，然後現在戰爭，把他們的最高領袖給暗殺掉。那經過這麼長時間就是的這個過程，那他們覺得說對抗霸權，這個是從歷史上、文明上一直以來，他們希望能夠有所成功的。結果在這次的戰爭當中，雖然是喪失很多生命、財產然後呢，但國家維持完整，政權也維繫下來，文明跟主權沒有受到任何的影響，而且現在整個談判的方向對他們有利。所以從伊朗的歷史、文明、主權跟國家的這個角度我覺得其實這種帶有歷史跟民族主義的反彈呢，是伊朗人呢覺得很驕傲，但是又很悲壯，因為畢竟這個國家被整個美國跟西方的制裁，那能不能夠這一次突破也不確定。你看現在以色列還在那邊繼續的攪局，然後呢，川普也不斷的在放話，那可是他們知道掌控了就是地緣的這種優勢，以及荷姆茲海峽的這個掌控，已經有事實上是立於不敗之地。美國已經不願意再去做另一場大型的戰爭。所以呢，在談判上面當然對他們有利，可是我覺得絕對不會這麼的順利跟樂觀，因為以色列會攪局，而且同時，美國呢也絕對不會放棄他們在中東地區的掌控。那所以接下來荷姆茲海峽到底會怎麼樣的順利的通行？這種帶有悲壯跟民族主義的這種就是反彈我覺得在今天伊朗的這個整個情緒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但接下來呢，他們的領導階層一方面是擔心自己是不是會變成下一波以色列的就是暗殺的对象，另外一方面呢，要怎麼去進行就是接下來這個談判對他們比較有利，而不會讓人民在現在的民族主義反彈之下，覺得好像你好像退讓了那因此這種在務實跟情緒跟民族主義之間的這種擺動我覺得其實對伊朗的這個領導人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尤其是談判者因為不斷的忽然有人插花嘛，你看以色列川普甚至連英法都會有這樣一個想法，所以我是覺得接下來的這個情況，當川普在講說這個是這個假哭，然後呢，伊朗駐巴基斯坦那個大使就罵他，你這是沒有文明的理解。不要忘記川普在4月7號的時候曾經在波文上面說，他說接下來我會把一個文明給消滅掉。4月7號，其實也就剛好他停火的那一天他居然這樣子講，全世界包含許多聯合國的組織都譴責他，因為你這是一個種族滅絕的警告，來自於全世界最強的軍事霸權國家的元首。而更諷刺的是，自在他從2月28到4月7號這個戰爭打輸了，基本上是戰爭失利嘛，不管是戰術上還是戰略目標上。那然後呢，去放話說要把伊朗給文明消滅，那事實上完全沒有做到。可是這種放話式的、這種自己寒爽式的川普式的語言
有的時候它真的會變成政策，有時候真的會變成它接下來的動作，所以你也不能只是把它當作只是好像另外一個就是媒體上這個自己寒爽的放話，不完全是哦，因為他是有權力、最高權力的這個掌握者，川普即使到今天，所以未來的這個情況，我覺得不確定性仍然很高。但是今天伊朗的這個情況呢，的的確確是面臨到那個既悲壯又是民族主義的這種滿足，但是又強烈的反彈。未來的不確定性仍然很高。好，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是這場國葬哦，聚集了超過10萬人聚在一起，整個民族主義掀起哦。那麼伊朗人民就喊說，接下來他們要來做報復。我們看到一邊是伊朗的態度已經非常明顯了，但是另外一邊以色列的動作完全沒有停下來，它持續的狂轟黎南地區哦，就是要破壞接下來的美伊和談嘛。那接下來盧老師幫我們看到，接下來川普的態度又是如何呢？因為他最新才說了，我接下來呢，這個納坦雅胡要來跟我見面了，我要讓他知道誰是老大。這句話又怎麼解讀？一休怎麼看？簡單來講哦，這個就是納坦雅胡是現在整個局勢裡面他是最焦慮的一個存在，因為如果今天伊朗就這樣子跟美國和談了，那代表美國勢力基本上是永久的就從波斯灣失去了一個支點，因為我們知道第5艦隊、太平洋中央司令部、烏代德空軍基地這些最厲害、最好的美軍基地基本上都在波灣裡面，而在波灣裡面現在都進行癱瘓的狀態。所以，如果說現在這個態勢這樣下去的話，那等於相當於以色列必須自己獨自面對整個中東的局勢，而美國事實上就從這邊後撤了。那納坦雅胡所看到的跟美國所看到的完全不一樣，他看到的是如果要打的話，那得把伊朗給打散架。這就是為什麼他一開始跟這個川普報告的時候說，我們有這個機會把老哈梅內伊跟他的領導階層一鍋端，所以48個都被清空了嘛。結果發現的是什麼？發現的是不但沒有打垮伊朗領導階層，還讓伊朗呢他的這個年輕領導階層上來之外，而且還打出了韌性，而這個韌性最後是造成美國失敗的關鍵。所以這個是第一點，就是說納坦雅胡的一個徹底的戰略誤判。那這個戰略誤判為什麼是基於他個人的貪腐事件，他在國內的權力的問題所形成的？那現在他既然打不到伊朗，所以他只好去打黎南，因为黎南這個真主黨是跟伊朗它是同一陣線的，而伊朗的和平協議裡面非常清楚規定，必須包含抵抗陣線，也就是抵抗陣線的所有的這樣的組織的成員，包含真主黨，包含這個胡塞武裝，包含伊拉克的民兵組織叫伊拉克的伊斯蘭抵抗陣線這樣子。那目前唯一以色列只夠得到黎南，因為很簡單，飛機飛到德黑蘭一定要加油機，加油機一出動，美國馬上知道。所以你是沒有辦法躲過美國的法眼。那美國現在反對嘛，所以川普現在不惜說出說我要把美軍派到黎南去做維和啊，這真的機器式核心。大家知道當年這個中國也有派過維和部隊，2006年的時候，結果那一年的這個冬季的時候，就一個中校被炸死在這個現場，包含其他多國的這些維和部隊，所以以色列狠起手來，他是真的敢下毒手的。那我覺得以色列最大的低估，它的原因是什麼呢？其實主要還是他對於伊朗整體韌性跟他的一個這個深度的一個不理解。伊朗是個大國啊，比如說我們剛才托他寫的是1000萬人參加國葬，1/6，其實是1/9。為什麼伊朗是9200人最新登記？那這一次這個48個黨政高層被端掉之後，我們看到他怎麼恢復的呢？他做雙向恢復，年輕少壯派晉升之外，老的大量退休的政治家復原，恢復回來上班。所以現在的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的這個辦公室主任其實是他們前外交部長，而且這裡還就是外界也錯估了一個伊朗的形勢，包含對伊朗滲透最深的以色列。伊朗的整個政經形勢它的複雜度在於哪裡呢？革命衛隊跟政府單位，也就是我們說，伊朗是一個政府2套機構，宗教機構跟一般的行政機構，這是錯誤的理解。它的人員是可以流動。所以現在這個很有趣的現在就是說，川普也知道，整體來講，這個目前最大的 bug 就在納坦雅胡。但納坦雅胡對於伊朗的形勢判斷依然不足，而且一旦這時候收手的話，伊朗再等到恢復再反撲，那以色列接下來問題就非常大了，因為伊朗已經發射過一顆飛彈到內蓋夫沙漠的深處，它的核子設施旁邊。我告訴你，我看着你啊。是。所以現在以色列壓力是很大的，而納坦雅胡壓力是更大的，因為這個是生死柱，不僅是以色列生死柱，也是他個人的生死柱。
好，這個是關於這個以色列現在最大的憂心哦。那我們也看到說，那現在其實呢，整個美伊和談當中，還有一點非常重要的就是有關於荷姆茲海峽未來的動向了。我們收到的最新消息是呢，英國已經表示了，阿曼已經同意接下來包括了英國跟法國會來做合作，確保荷姆茲通行的安全。法國接下來也會在中東這邊呢開始來派遣他的掃雷部隊，當中包括了2艘的是他的獵雷艦。那伊朗馬上警告說，荷姆茲海峽不能是域外勢力展示軍事力量的舞台，製造危機者，接下來你要負擔自己承擔接下來的後果。那麼伊朗大使他也說了，正在跟阿曼研擬新的航線的安排，未來將會對這些通行的船舶來徵收新的服務費哦。針對友好國家會獲得特別的考量。艦長怎麼看這個？接下來英法艦隊真的敢進入荷姆茲海峽嗎？我們先討論一下為什麼美軍艦隊沒有派遣相關的這一個例如說像濱海戰鬥艦，那直接進入這個區域進行獵雷，因為美國的這個濱海戰鬥艦的獵雷模組啊，也不過就是這1-2年才完成，它的訓練還不足。那這個是其實有關於獵雷模組是當年濱海戰鬥艦設計的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啊。那它的這一個獵雷呢，其實是配合了空中、水面以及水下，就是 3D 的一個立體的這一個作用啊。那但是呢，我們講到說，現在英法都躍躍欲試啊，但是有一個問題出現，也就是英國到底有沒有艦艇在這一個位置？其實有啊，你看4-5型的這個驅逐艦龍號。之前不是就已經宣告它已經進入了中東這個海域？那為什麼它沒有辦法做？因為它是驅逐艦，它不是獵雷艦。那換了法國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法國最近幾年它有一個例行性的這個克里蒙梭行動，那也就是由這個戴高樂號為旗艦，然後帶着一個編隊直接的前往那個中東以及亞洲，那他可能就是順便而已。那為什麼沒有人願意主動來做呢？其實有一個國家曾經被美國點過名的，那個就是日本。日本是真正有這個實力的。為什麼這麼說？其實有2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日本本身在第2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因為它被盟國在各個的這個海岸部署了非常多的水雷，那他自己要來除雷，所以他累積了非常多的一個經驗。那第2個，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謂的這些獵雷艦，它其實本身之前是木頭做的，現在其實我們講到的都是非磁性的一個複合的一個工藝，例如說 FRP 啊這種構成，這個也是日本的強項。可是日本為什麼現在不說話？因為日本動輒得咎，那現在已經不打仗了，日本不是可以透過海外的這一個維和嗎？他為什麼不做？其實高市早苗，現在他如果真有這一個國際的這個想要得到這個國際的聲望，現在就主動嘛？為什麼不？因為到底有多少雷，有什麼樣的雷，美國還有英法都搞不清楚。觀眾朋友，今天中東情勢趕快來關心到的是伊朗的飛彈，在昨天指導的是總理納坦雅胡的辦公室，今天也會來關心到包括了沙國的美國大使館被伊朗這邊的無人機給襲擊起火。另外最新消息是在巴林的美軍基地總指揮部也被轟。今天要來關心的是，難道以色列的鐵穹失守了嗎？接下來也會關心川普的地面戰，他說有可能進行，那麼會怎麼進行？中東戰爭全面引爆，趕快來看到這是最新消息，中東戰火全面升級，而且是衝着領導人而來的。伊斯蘭革命衛隊發射了他的這一款海巴爾彈道飛彈，鎖定的就是這個斬首攻擊誰呢？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的辦公室跟以色列的空軍司令部。這個伊朗說這一場行動是成功的，但是已經遭到了以色列最新回應說，他們是沒事的，這個訊息是一個假消息。我們來關心這一款彈道飛彈，海巴爾射程達到1450公里，是第3代的固體燃料彈道飛彈，主打的就是高超的機動與突防的能力。不過
這一次讓以色列恐怕還有美國相當擔心的原因，就是因為這一次伊朗的打法跟過去在去年的這個12日戰爭的打法開始出現不一樣的變化了。伊朗這一次不再只是用所謂的這個飽和式的攻擊，用無人機進行飽和式攻擊，它開始轉變這種分層的攻擊，一共是會出動2波。我們來看一下細節。首先，伊朗會祭出它的第一波，是用它的低階的武器，像是大量的火箭彈跟無人機，先來消耗以色列的這個攔截飛彈的庫存。接着第2波，它才會再次出動它的高超音速飛彈來打穿實際的以色列的防空網。我們趕快透過最新的畫面，也就是最近期伊朗的攻擊，來看它的這2波攻擊是如何進行的。好，這個是我們看到伊朗在這幾天發動的最新攻擊。首先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第1波，它會透過這種低階武器、大量的飛彈來進行攻擊。緊接着第2波，我們才會看到一個比較快速，剛剛有畫面上看到一個高超音速的飛彈，再進行第2波的攻擊，成為現在伊朗的最新的打法。實際行動，我們也來看到，這是伊朗發動的代號，這個叫做真實承諾4的軍事行動。當時所出动的就是法塔赫高超音速飛彈，末端速度15馬赫，具有機動變軌的能力，並且搭配重型的彈頭跟極速殺傷模式，專門可以壓制住不管是指揮系統、防空節點跟軍事基地，有效的突破來自於以色列，不管是它的劍3、大衛彈弓或者是鐵穹等等的反制系統。那麼戰火不只是在以色列而已，沙國證實了美國大使館遭到2架無人機襲擊起火之外，我們剛剛也特別提到的最新消息，巴林的美軍基地總指揮部同樣已經遭到了伊朗的攻擊。節目一開始要特別請教大使怎麼看了伊朗這一連串的攻擊，包括運用它的高超音速飛彈來突防，是不是包括了這個納坦雅胡的辦公室鐵穹都擋不住嗎？這樣子做是等於是斬首嗎？以色列的防空神話有沒有被打穿？大使怎麼做解讀？我想伊朗這一波的這個飛彈跟這個無人機攻擊啊，它2個目的，一個是當然是報復性的啊，第2個就是威懾跟嚇阻性的。那麼伊朗在戰前，大家估計它有2000多枚這個導彈啊，這是相當大的一個數目。那它的無人機過去在這個俄烏戰場上表現就非常精良哈，而且數量非常的大。那麼2天以前，這個伊朗當局啊公布了一個影片，他們在地下道裡面哈，一個地道裡面哈，也是地下的一個大的一個基地裡面啊，囤積的那個導彈跟這個無人機的數量看起來是琳琅滿目啊，數量非常的龐大。所以本來有人在這個預估，就是說在去年6月的時候，美國打擊伊朗的時候，已經摧毀了大部分伊朗的這個導彈的這個能力，還有它無人機的能力。那沒有想到，就是說這個美國跟以色列開始對伊朗攻擊以後，伊朗的反擊力道還是這麼的強大。而且呢，並沒有被美國跟以色列一陣子針對伊朗的這個軍事指揮機構，然後還有就是導彈能力以及它的這個通訊系統的上千次的轟炸還是沒有削弱這個伊朗這方面的能力。那整個說起來，稍微盤點一下，過去幾天伊朗對於8個它鄰近還有呢就是有美軍基地的這些國家都發動了這個飛彈、導彈，還有這個無人機的攻擊，有4個國家都造成了實際的損害。那麼像這個比較這個國際怎麼講呢？比較注目的誰說？像杜拜，那很多地方都怎麼講？包括民用的設施都被炸壞了。那麼這個造成現在像這個杜拜他們這個航空還有對外的交通一片大亂。那最近剛剛還恢復。那其他的話也比較這些具體的以色列的，那也證實了有好幾個地方，包括特拉維夫，包括海法堡都被以色列的都被伊朗的飛彈所擊中。那前天伊朗就基本上呢，他們大概新的領袖3月1號一上任以後呢，他們有新的決定。一個新的決定，最重要一點就是不再跟美國跟以色列，尤其是美國進行外交談判，
那也就是完全切斷雙方的，那就展現了他戰鬥的決心哈。接着他就指定說，我要打這個以色列總理的這個官邸，還有以色列的空軍總部。那當然這個打擊的情況的話，那當然現在不得而知哈，不是很清楚，各種傳言啊。我想現在開始，美國跟以色列會封鎖消息，因為這個東西，你的飛彈跟你的這個無人機是不是打出了結果的話，對方被打的人他基本上他都不吭氣的，他不會讓你知道你打擊的成果怎麼樣。所以呢，可是呢，就過去啊，還有最近這幾天啊。那麼伊朗的導彈，尤其是這個叫法赫德2，這個在過去的時候，那麼就證明了它的精準度是很高的，射程很遠的。我記得2年以前那個時候，當時的話也是伊朗受到攻擊以後，他用法赫德飛彈，它是超高音速地對地的，1400到1500公里射程的，打過在伊拉克的那時候是莫薩德的在伊拉克的總部。那麼打得非常的精準，當時西方媒體說，哇，不但打得遠啊，而且呢，他打的建築物該打的建築物誤差非常的小，所以這個對伊朗來講，我覺得他這一波的反擊啊，他是有把握的。那當然他有他的戰術，他的戰術一定是無人機、一般的導彈跟超高音速導彈這種交互使用。因為你無人機來的話，要看你地面的你這種防空設施，你要不要打？因為在網絡上有一個看到了美國的愛國者3號連發11發，11發人家算一下，3000萬美金就沒了。那他這打什麼呢？對不對？你是打法赫德2呢，還是打一般的導彈？對，還是打無人機？所以呢，這個我覺得他基本上他是要消耗美國的還有以色列的軍火的這種防空武器的軍火庫存。所以這場戰爭看起來以美國政府今天川普他說他準備打長期戰，那麼可見伊朗這一波的反擊那逼着美國他必須再用另一波的攻擊來壓制。好，所以我們看到這一次的美以之間的戰爭，伊朗的打法已經開始有所改變了。從過去他做的透過這個導彈跟無人機進行的飽和攻擊，現在轉為是這種比較消耗戰的方式。剛剛也特別提到了2個層次，先透過這種比較低價的導彈去做攻擊，接下來再祭出它的超高音速無人機。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下，昨天包括了他說他打到了這個納坦雅胡他的辦公室，雖然納坦雅胡這邊方面說是假消息，但是鐵穹神話到底有沒有被打破？幹哥又怎麼看？海巴爾飛彈我們就可以。你看到上面的它的數據說它是第3代的固體燃料飛彈，那它前一代、第2代是什麼？就是飛毛腿，大家都比較耳熟能詳的東西，飛毛腿。那這就是一般就是蘇聯制的那種戰術的地對地飛彈改良而來的，變成海巴爾。但海巴爾比較容易受到這個干擾，所以說你說他這一次斬首以色列總理尼坦雅胡這件事情到底可不可信？我覺得不管是伊朗或以色列，他都不會告訴你實情的。那但是因為以色列總理辦公室他特別有發聲明說，總理好好的，所以我們暫且還是相信說，這些飛彈可能沒有擊中目標等等。但是不要忘記了，像這樣子的飛彈。伊朗非常多，所以這次打不中，我下次還可以再打你。倒是現在我們要講的法塔赫，法塔赫就比較神秘了，因為法塔赫真正擊中了蘇艾巴港。蘇艾巴港在哪裡？在科威特。科威特蘇艾巴港的一個美軍的軍事前線基地。好，我就坦白告訴你好了，這是美軍中央司令部的前線辦公室，就設在那邊。一排，他們是用什麼方式呢？因為像這種前線辦公室的話，他們沒有固定的建築物，它是一排的貨櫃車在那邊。你看起來像貨櫃，裡面真的進去一看，你就好像是無人機的指揮基地一樣。非常的，它有大型的屏幕啊，然後參謀很多。所以為什麼這次法塔赫打中了那個蘇艾巴港的基地的時候，美軍有說3人死亡？後來更正是6人死亡，重點是18人負傷。
受傷的人數現在又在攀升當中，怎麼會一次有這麼多人呢？一個美軍基地怎麼會同時有這麼多人負傷或是殉職？就是因為他用的是法塔赫飛彈，法塔赫飛彈是高超音速武器，它的任務是專門對付敵人的反飛彈陣地跟系統。那所以說，它的彈頭動能在1000公斤以上，它如果打下來的話是一片，它不像飛毛腿飞彈打下来是一個點。所以你會發現說，法塔赫這種飛彈怎麼能夠造成這麼大的傷亡的原因，就是因為它是從大氣層外再回來打的，所以它的動能非常強大。那當然，它的這個坐標也要很精準。一般來講的話，美軍在基地周邊應該會有反飛彈系統，對不對？然而，這個飛彈就是專門對付反飛彈的，而且它這次對付的是靜止不動的一個工事，就是什麼？就是你的辦公地點、貨櫃車、辦公的貨櫃車，美軍中央司令部的前線辦公地點，所以這次才會有這麼多士兵傷亡。所以大家要曉得說，美軍在空襲伊朗的過程中，的確沒有損害一兵一卒，但是這次被法塔赫飛彈給打中了，損傷是非常慘重的。所以這件事情對美國而言教訓是很大的。我相信不會只有死傷這麼多人，因為你要知道，那一個辦公室群至少有大概50-60名這個高級參謀以及非常精於操作無人機的士兵啊，以及前線的參謀，所以說不太可能只有這樣的傷亡。是，我覺得當然美國的數據到最後會告訴大家，它不像伊朗會比較晦暗一點。對，所以我們可以繼續看下去。如果伊朗有更多這種飛彈的話，那恐怕精準打擊的效果會更好。不過專家的猜測跟理解是，法塔赫飛彈的數量不夠，不然的話早就拿出來用了，這樣。好，那現在美方面對還有以色列面對來自於伊朗的壓力，不管是導彈或者是它的無人機，甚至有沒有排除這個高超音速導彈，都還要持續的做關注。不過呢，美方現在持續的針對伊朗在做極限的施壓。川普最新回應了，他說呢，最猛烈的打擊到現在還沒有展開，他要注意的是下一階段，他說會更嚴厲，不排除川普說了會派遣地面部隊。一位美國的高級官員也說了，接下來的24個小時之內，美軍會大幅加強攻勢。國務院最新已經要求14個中東國家的美國公民都盡快的撤離。那麼，伊朗先前曾經宣稱在科威特上空擊落3架 F-15的美軍戰機，那美方已經站出來澄清了，他說這只是友軍的誤擊。不管怎麼樣，現在可以看出來，美伊戰爭他們的這個戰爭的風險持續的升高當中。川普說的不排除地面戰，有沒有可能真的進行？如果真的發生的話，中東會不會迎來全面戰爭？上次哥又怎麼看？眼前川普最大的這個有個新的考驗哈，就是他等於對伊朗開火，或包括特別把哈米尼打死啊，這個斬首，他現在必須要提交給國會。也就是說，最後國與國之間如果真的要戰爭的話，美國國會得要通過。所以現在川普已經正式提出來，那美國國會會通過嗎？會不會像關稅戰那樣子？其實還是這個關稅的權跟現在這個開戰的權，其實還是國會的哈。總統可以決定沒有錯，但是國會得要同意，這是眼前的一個很大的一個關鍵。但是都知道，川普其實向來都是會先丟出一些英文叫 future vision， 然後下一個階段的一個東西，或者是說誇口的東西。我們知道，其實在川普在打的時候，剛把哈米尼弄死的時候呢，斬首行動完之後，他立刻說：“哎，這個伊朗這個地方，他有3個可以接班人，然後他再看哪一個可以跟他來談。”所以他就立刻說3道4，可是事實上最後證明根本沒有人要跟他談，而且他一開始以為可以就碾壓式的透過威懾你，還把你哈米尼把你斬首之後，你們大概就亂成一團，你們大概就得要投降了。可沒有想到，不到24小時，接班的這個3個主要的團隊，馬上立刻就可以把這個回擊。這令人讚嘆，現在全世界都這樣，也不是亂打，而且還包括周邊的胡塞組織啊，包括的真主黨。其實現在特別是在整個以色列的各大城市的上空，不只是只有伊朗的這些火箭彈，跟包括他們的導彈，其實還有其他的這個搭配的以起穆斯林兄弟在攻擊。但我們剛剛講，除了他第一個部分他誇口說要跟我談。
第二個這個最新誇口就是有關於地面部隊這件事情。當然，現在最新還有第三個誇口是什麼？他說武器，因為如果你要打地面部隊，你要先算算你有多少武器吧。除了飛彈之外，然後川普最新的說法是武器是無限多，他現在是這樣誇口，說特別是中高型的武器絕對沒有問題哈。所以這些誇口本身都看得到，川普其實是商人，所以他很多東西的放話的東西，這就像是他會投射下一個他具體的目標，所以他描述這個東西，但是是虛實，其實不見得。他都是先畫給，然後之後再來調整。要知道，如果真的打到地面戰，很恐怖啊！這不要說是國會同不同意，乃至於他自己本身就要真正進入實質的衡量。对，要知道三個角度：第一，美國永遠都在打代理人戰爭。整件这件事情其實是以色列的問題，他只是聊得太前面了。所以你說他會真正的投入到地面戰爭嗎？要知道，大家一定要了解一下伊朗的地形哦。伊朗其實是在中亞中間，才隔着所謂波斯灣的部分。我們所謂中東地區，大範圍的中東地區當然包括伊朗。可是你就地理位置來說，其實伊朗其實更靠近中亞，跟旁邊的這個伊拉克跟那個印度是很靠近的了哈，是更靠近我們這裡。所以他現在打這個以色列是要跨過去打。他最近攻擊那麼多，其實穆斯林其他包括沙特等等這些國家，就是因為他的同一個方向，他並不是往右打、往前後打。很多人其實沒有搞清楚伊朗的地理位置，也就是說，地面戰爭這件事情，美國要怎麼樣過去？他要怎麼樣去打地面？難道這些其他穆斯林的，包括沙特，跟他一起打伊朗嗎？所以地面戰這裡還要牽涉到整個支援的問題。要知道，這伊朗不是笨蛋，他現在馬上就把一些海港當中美國的這一些航空母艦的補給的地方也都打爛了哈。所以伊朗真的不是笨蛋哈。再加上剛剛講，伊朗不是笨蛋，所以如果你要打地面戰爭的話，對方如果也是很精明，像這一次我們看到反擊這麼厲害的話，恐怕不容易。